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昨天美股继续上行，涨幅0.43%，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上美股出现了一个首根阴线。那么目前的上涨还没有完全突破这根首根阴线的情况下，那么对于道指来说，仍然处在一个震荡的势力范围。那基于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道琼斯工业指数完成了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注意看啊，这里的时间级别是新的一轮上涨西游当中的首根阴线啊，悟空阳线。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出现调整的情况下，在高位出现调整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并且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的情况下，那么目前行情处在一个震荡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它在高位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结构上发动了假的突破。我们昨天提示了啊，这个假的突破完成之后，焦点位这个焦点位构成了一个黑洞效应，容易把 K 线吸引下来。那么在昨天晚盘的时候，我们看到比特币回踩了41500美金附近，我们看到这个低点是在41637，和我们给出的41500非常接近，但是这个结构呢仍然保持完整，所以呢在触及了41500美金附近之后，迅速发生反弹。在高位这个结构，我认为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会将当前行情当中的这个大开口的收敛，逐渐向窄开口的收敛过渡，以此达到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结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本周对于比特币来说，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目前所处的位置同步了美股，走在了新的一轮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并且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高位震荡。震荡的原因呢，是在21年4月到22年5月这样的一个区间，它有一个筹码密集带，筹码密集带的中枢呢是在44000美金，所以呢，在44000美金附近，比特币对于比特币来说，应该做一定的停留和震荡之后再度上行。同时，我们也看到这轮行情从1月份开始就走出了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6月份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第2轮的一个悟空阳线，10月份行情6到10月是围绕这个悟空阳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10月份的行情当中，这个悟空阳线重新复活，走了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截止到12月初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周线级别第3轮次的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那么上方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样的一个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但是目前时间已经走在了23年12月27日马上要跨年了，所以呢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办法完全走完，但是我们看24年年初的行情当中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认为能够接近5万美金附近。同时呢，目前是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K 线组当中。当前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4小时级别收敛三角形，从大开口收敛三角向窄收敛三角形正在过渡，持续稳定在41000美金上方，这个结构就有可能继续走完并且呢，目前在均线系统上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构成了位于41000美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这个支撑位不跌破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底边线是一个水平的底边线，那上边线逐渐向后方向窄收敛三角形过渡，最终形成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突破性结构。完成之后第3轮周线级别的八戒阳线将会为我们展现出来。那么相对比较弱势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标志性悟空阳线之后，目前正在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持续的震荡，我们管它叫做这组 K 线叫做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干扰我们对多头的判断，但是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我们看到本轮行情以太坊和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这个交易对在周线级别上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这里看日线级别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出现之后被斩杀，一次斩杀、2次斩杀之后，目前正走出了第3轮次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是有可能存活下去的，因为上方我们看到已经非常接近于焦点位。
注意前面行情当中我们提到了焦点位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作用的，目前焦点位在 K 线的上方，因此这个焦点位的吸引力作用容易将 K 线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带动上来，最终呢引发以太坊对 USDT 的一轮行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结构是一个高位的一个箱体结构，我们把这个箱体画出来啊。这个箱体结构形成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正由方向偏下的一个收敛三角接近焦点位置发动了突破。突破的过程当中，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线呢，在昨天也起到了一个位于$2200的一个支撑作用。以此为支撑的条件下，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上，目前以太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目前正走新的一轮悟空阳线。这个位置走完之后，上方对于周线级别以太坊是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因此呢，在回踩$2200，也就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之后，以太坊是有领涨预期的。这样的领涨预期让以太坊的目标位是在$2900。我们看到 iQueen 上可以看到目前走在前排的一个热搜榜，这样的热搜榜呢，让我们看到现在随着行情板块的轮动，从最开始的铭文板块，我们看到 ORDI、SATS 一轮上涨之后，SOL 板块开始启动。那 SOL 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高点已经在前面行情当中走了出来，就是$126。$126走完之后，它回踩了接近$100之后继续上行。那 SOL 板块当中也有我们会员票 RAY 也表现非常完美。然后呢，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BAKE、Cake 这些 Binance 板块当中跟随 BNB 上涨的一些币种开始发动启动。我们看到 BAKE 成为本轮行情当中去中心化交易所板块当中的龙头BAKE 一度疯狂上涨，那么我认为 BAKE 还有一定的表现机会。在目前接近$1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期又宣告结束，然后做了4小时级别调整完成之后，上方重新启动了一个新的日线级别上涨期当中的悟空阳线。所以呢，对于BAKE 来说，在周线级别是有一定机会做出一定表现的。同时我们看到下方$0.16是它的一个这个黄金坑，摆脱黄金坑位的一个水平压力线。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正在走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1.2是它唐僧阳线的一个目标位同时呢，我们也对SOL 板块当中的 RAY 这是我们的会员票，对它非常看好。目前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走出一个相对的横盘结构，横盘结构过程当中看到上方形成了3次的等位置波峰，一旦等位置波峰在$2附近构成第4次，将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将会迎来一波新的突破。同时呢，目前在高位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水平线水平的底边线已经走了出来，大概是在$1.57附近，这个位置得到支撑之后，上方到$2附近将会形成4次等位置波峰，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的这个位置。如果一旦出现会迎来新的一轮上涨。同时呢，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走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上周走完了一个唐僧阳线，所以呢，高位它需要一定的震荡消化筹码消化获利盘之后阶梯式的上涨呢，我们将会迎来下一轮 RAY 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那对于 RAY 来说，我们早在$0.3会员群就已经布局，认为它是一个50倍以上的币种，所以呢，对于 RAY 来说它还有一定的上涨机会，特别是在 SOL 成为热点板块之后那么 SOL 引领了整个数字货币行情热点板块的一个新的上涨。我认为在 SOL 板块当中的热点币种 RAY 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